你有没有听说过 Minecraft 1.21版本的新内容，就是宝库和不祥宝库呢？那样，你知道这些宝库是如何解锁的吗？以及宝库里面隐藏着什么样的独有战利品吗？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宝库以及不祥宝库是什么。这两个新加入的这个宝库呢，是在 Minecraft 1.21中这个试炼密室所生成的。宝库和不祥宝库是在这个密室最为重要的部分，里面藏有各种的稀有物品和资源。当你找到这个试炼密室后，如何辨别这个宝库和不祥宝库呢？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宝库，宝库通常看起来会比较普通，但是这些战利品里面也不会太差。前面这边的外观呢，就是有一个钥匙这样子哦，看上去就是这样子的话，就是这个宝库啦。那样我们现在来看到这个不祥宝库的外观呢，就是长这样的。正面呢就会有一个不祥试炼钥匙的这个图案啊，里面也藏着这个丰富的战利品。当你接近宝库时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宝库的锁孔呢就会打开，并且冒着这个橙色的粒子啊。只要你手中持有这个试炼钥匙呢，就可以打开这个宝库咯，并获取这些里面的战利品。这里要提醒你的就是，这些宝库呢，每个玩家只能打开一次哦。即使你有很多把试炼钥匙，也没办法打开同一个宝库咯。这里试炼钥匙是解锁宝库和不祥宝库的关键道具，也可以通过击败这个试炼刷怪龙中的所有怪物来获得这个试炼钥匙。当然，如果你想打开这个不祥宝库的话，试炼钥匙根本打不开。这里你需要获得的就是不祥试炼钥匙。每当你击败了这个试炼刷怪龙中的所有怪物后，试炼刷怪龙呢就会喷出一些战利品或者是这个试炼钥匙啦。试炼钥匙的掉落几率是58%，所以你可能需要尝试多几次来获得这个试炼钥匙。同样的，如果你击败了这个不祥试炼刷怪龙过后呢，也是有几率获得这个补给品或者是这个不祥试炼钥匙。那这里你已经知道这个试炼刷怪龙呢会掉落这个试炼钥匙，可是呢是要怎样才能找到又并且触发这个不祥试炼刷怪龙呢？这里呢我们可以通过引用这个不祥之品呢来触发这个不祥试炼刷怪龙。但是前提是我们先要了解不祥之品的获取方法。关于这个不祥之品的获取方法呢，就是我们这里呢可以前往这个掠夺者前哨站，并击杀这个掠夺者队长来获得这个不祥之品。但这个不祥之品掉落的时候呢，也会随机的获得不同的等级的不祥之品啦。这里不祥之品的等级最高可以来到5级，每提升1级的不祥之品的等级呢，就会增加15分钟，然后以此类推。那样关于这个不祥之品呢，就是我们之前会获得的这个不祥之招的效果。那样同样的，如果我们在这个村庄里引用这个不祥之品的话，这里会有一个30秒的倒计时。如果在这个30秒内，如果你喝这个牛奶的话，是可以驱散这个效果的哦。这里再回到我们这个试炼密室这里，如果我们引用这个不祥之品，然而在靠近这个试炼刷怪龙的话，这个试炼刷怪龙呢就会变成这个不祥试炼刷怪龙，然后就会冒出这个蓝色的光和灵魂火的粒子。然而，如果这个刷出来的怪物是可以佩戴这个装备的话，这个生成的怪物呢是会有几率佩戴这个随机的附魔的盔甲纹饰以及这个附魔的武器啦。那样，如果你击杀了这个怪物过后呢，这个怪物的装备是不会掉落的咯。当这个不祥试炼刷怪龙刷出的怪物不会佩戴这个装备的话，是会增加装备的这个普通试炼刷怪龙的怪物数量的咯。这里每当玩家触发这个不祥试炼刷怪龙呢，玩家与这个14个内的生物的头顶呢，就会投掷随机的弹射物。投掷的弹射物呢，有包括的就是箭矢、风弹，也有可能是一些全新的药水，有包括的就是虫石、飓风、盘丝、生姜之类的药水。这里你已经知道这个试炼钥匙的获取几率呢是58%，那样这个不祥试炼钥匙的掉落几率呢，而是38%。和之前的这个试炼钥匙相比的话，会比较难获得到。这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宝库的战利品表获得的几率，以及会获得哪些战利品啦。每次解锁时，宝库都会从这个战利品表中随机抽取2到5次的这个次数啦。这里有88%的几率会抽取这个稀有战利品表的1个战利品，然而这里一定会抽取普通战利品表的1到3个的战利品。关于这个独有战利品表的抽取几率呢，是25%抽取1次，所以这里会比较难获得独有战利品表的这个内容。这里再看一下有关于这个3个战利品表的战利品有哪些比较稀有的东西啦。关于这个稀有战利品表的战利品就是这些啦。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有绿宝石、附魔弓、附魔书，又或者是附魔铁桩、附魔钻石桩、附魔铁斧、附魔钻石斧。这里还有看到的就是还有附魔弩。
这里的附魔术等级呢都是随机的咯。有关于这个附魔术呢，也就是急流、忠诚、引雷、穿刺、经验修补，又或者是锋利、节制杀手、效率、时运、基准采集和这个衰落缓冲咯。如果是普通战利品表的这个战利品呢，就是有包括一些风弹、电石、绿宝石、钻石，以及这个1到2级的这个不祥之品啦。关于这个独有战利品表的战利品呢，有包括的就是金苹果、盔甲纹饰锻造模板、旋风旗帜图案、一个新增的唱片以及这个三叉戟啦。这个三叉戟呢是游戏中的第2个入手方式，第一个呢是通过击杀这个逆时所获得，又或者是第2个就是从我们这个宝库呢获得这个三叉戟啦。但是这个三叉戟在这个宝库中获得的几率呢是 8.33%， 所以是蛮低一下的。然后我们这里再来看一下这个不祥宝库的战利品表中获得的几率，其实是和这个普通宝库的几率是差不多一样的。这里有 88% 的几率呢是会抽取这个稀有战利品表的战利品一次，然后一定会抽取这个普通战利品表的1到3个的战利品，那样这个独有战利品表的几率就有一点不一样。这里抽取这个独有战利品表的几率是 75%。这里我猜想应该是这个不祥宝库的打开方式，以及这个不祥试炼钥匙的获取方法会比较难，所以这个几率才会这么高。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这个不祥宝库稀有战利品表的战利品有哪些啦。你可以看到的就是有绿宝石块、铁块、钻石块，以及随机的这个附魔装备钻石装，还有的就是独有的附魔书，也就是这个致密和破甲。那这里也会有包括其他的普通的附魔术，也就是击退、冲击、亡灵杀手、掠夺和这个多重射击啦。那样再来看一下这个普通战利品表的战利品有哪些啦。我们这里看到的就是有一些风弹啊、绿宝石、尖石、钻石，又或者是3到5级的这个不祥之品啦。我们现在再来看到的就是不祥宝库独有战利品表的这个战利品啦。这里有的就是附魔金苹果、涡流纹饰锻造模板、涡流旗帜图案，还有一个新增的这个唱片，以及这个沉重核心。关于这个沉重核心呢，就是合成新武器需要的材料啦。那么关于这个新武器重锤呢，我之后也会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关于这个武器的相关信息。那样关于这个宝库以及不祥宝库的影片讲解就到这里结束咯。如果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记得帮我点个喜欢并分享出去。如果喜欢这样的影片呢，记得订阅我的频道。那样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大家拜拜。